未播先火的奇迹，一场预约风暴的背后逻辑。一部作品尚未上线就能引发数十万人预约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深究的文化现象。爱在循环心动时，正是这样一匹黑马。在2026年春季档尚未真正开启之前，这部剧便凭借 52.9 万预约量成功登上热搜榜单，评论区更是被求定档、想去柳州嗦粉等关键词刷屏。这种现象并非偶然，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首先是题材的创新融合，时间循环加地方美食加反差爱情。相比传统甜宠剧单一线性叙事，这种设定天然具备高概念优势，极易在短时间内抓住观众注意力。其次是平台算法与用户行为的精准匹配。红果短剧平台通过数据模型分析用户偏好，将该剧精准推送给喜爱轻喜剧、都市爱情与地域文化的观众群体，从而形成裂变式传播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柳州螺蛳粉这一文化符号的嵌入，让作品在娱乐之外具备了地域文化传播的附加价值。这种内容加城市 IP 的组合策略，使得观众在追剧的同时，也产生了对柳州这座城市的向往。如果说剧情设定是吸引观众的第一步，那么角色塑造则是留住观众的关键。爱在循环心动时，在人物设计上大胆突破传统套路，创造出极具记忆点的 CP 组合。赵振栋饰演的男主被网友戏称为人字拖把总，他打破了传统霸道总裁西装革履的刻板印象，以一种更接地气、更具生活气息的形象出现。这种去精英化的表达，让角色更贴近现实，也更容易引发年轻观众的共鸣。而卢露露饰演的女主，则是典型的冷艳飒爽型人物，却又带有烟火气。她不仅性格独立、判断果断，还与酸笋这一地方元素产生奇妙联系，形成一种极具辨识度的人物标签。两者之间的反差，不仅体现在性格与外形上，更体现在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。一个是看似随性却内心坚定的男性，一个是外冷内热、情感深沉的女性。当他们在时间循环中不断重逢与分离，这种反差逐渐转化为情感张力，使剧情层层递进。时间循环这一设定，在影视作品中并不新鲜，但真正能打动观众的，往往是它背后的情感表达。爱在循环心动时，并未停留在重复事件的表层，而是深入挖掘，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我们会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。在剧中，男女主不断经历同一天，却在每一次循环中做出不同决定。这种设定不仅增强了剧情的可看性，也为人物成长提供了空间。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带入自身，如果是我会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？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结构打破了线性叙事的限制，使得情感表达更加多维。每一次循环都是一次修正人生的机会，同时也是一次重新理解彼此的过程。爱情不再是偶然的邂逅，而是一种在不断试错中逐渐确认的选择。爱在循环心动时的成功，不仅体现在娱乐层面，更在于它带动了地方文化的传播。柳州螺蛳粉原本只是地方特色美食，如今却成为剧中重要的情感符号。观众在评论区刷屏想去柳州嗦粉，并非简单的跟风，而是一种情感迁移。他们将对剧情的喜爱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向往。这种现象正是内容驱动文旅的典型案例。近年来，中国各地文旅部门纷纷与影视作品合作，通过剧情植入、场景再现等方式，实现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的双赢。而爱在循环心动时，则为这一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，通过微短剧这种轻量化内容，实现更高频、更广泛的传播。红果短剧平台作为字节跳动旗下的重要内容阵地，其月活用户已突破 1.58 亿，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微短剧市场的巨大潜力。
在碎片化时间成为主流消费场景的今天，短剧以其节奏快、情绪浓、成本低的特点，迅速占领用户注意力。爱在循环心动时的走红，正是平台与内容双向赋能的结果。一方面，平台通过算法推荐与流量扶持，让优质内容迅速触达用户；另一方面，创作者也在不断探索更具创新性的叙事方式，以适应新的传播环境。未来，微短剧不仅是娱乐产品，更可能成为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。如何在保证内容质量的同时，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，将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。当一部短剧能够引发如此广泛而持续的讨论时，我们或许真的需要停下来，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在信息爆炸、内容过剩的时代，观众真正渴望的究竟是什么？只是短暂的情绪刺激，让人一笑而过，还是能够触及内心深处，引发共鸣与反思的内容？是用来填补碎片时间的快餐式娱乐，还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让人重新审视自我与人生的作品？爱在循环心动时的成功，恰恰在于它没有选择走极端，而是在轻与深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却精准的平衡点。它表面上是一部节奏明快、设定新颖的爱情短剧，用幽默、反差与高概念吸引观众，但在更深层次，它却通过时间循环这一结构，不断抛出关于选择、遗憾与成长的命题。观众在被剧情吸引的同时，也在无形中被带入一种情感与哲学的双重体验之中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作品并没有刻意说教，而是通过人物在一次次重复中的细微变化，让观众自己去感受、去理解。那些看似轻松的对话背后，其实隐藏着对现实关系的映射；那些反复出现的情节，其实是在不断叩问：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我们是否真的会活得更好？也正因为如此，这种有温度的内容才显得尤为珍贵。它不仅提供情绪价值，更赋予观众思考的空间。在未来的娱乐产业中，或许真正能够长久打动人心的，不再是单纯的刺激与喧嚣，而是这种在娱乐外壳之下，依然保有深度与人性关怀的作品。感谢你读到这里，也感谢你愿意在这个信息爆炸、节奏飞快的时代，仍然为一部作品停下脚步，认真感受其中的情绪与意义。或许正是这样的停顿，才让我们在喧嚣与焦虑之中，重新触碰到内心最真实、最柔软的部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在追剧，其实是在借别人的故事，重新理解自己的人生。那么，我想把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留给你：如果你真的拥有时间循环的能力，你会选择回到哪一刻？是弥补曾经说不出口的遗憾，挽回一段渐行渐远的关系，还是重新做出一个足以改变命运轨迹的决定？但也许更残酷也更真实的问题在于，当机会真的摆在你面前时，你是否真的会比当初更坚定、更清醒？还是依然会在同样的情境里，被情绪裹挟，被现实束缚，做出相似甚至相同的选择？或许所谓重来一次的意义，并不只是改变结果，而是让我们看清自己在关键时刻的本能与局限。同样的，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，我们也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们究竟在消费怎样的内容？是短暂的刺激与逃避，还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与精神共鸣？当一部作品只是让人上头，却无法留下任何思考，它带来的快乐或许转瞬即逝，但当一个故事能够让我们在笑过、哭过之后，仍然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想起，并悄然影响我们对人性、对关系，甚至对世界的理解，那么它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娱乐本身。或许真正优秀的作品，不是替观众提供答案，而是提出问题；不是制造幻觉，而是映照现实；不是让人沉溺，而是让人清醒。它让我们在别人的命运中看见自己的影子，在虚构的情节里完成一场关于自我认知的旅程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，也许你的一个念头就会点